公司里的宝妈们发帖说，公司提供的免费托儿所是监狱，是逼他们加班的卑劣手段。他们不知道，托儿所的设施全是进口的，老师也是国际专业团队。每个孩子1个月的运营成本接近8000美元。网友把我骂上热搜，说我作秀，吃人血馒头。于是我咬紧牙关，发了全公司通知。为支持大家独立育儿的意愿，公司决定关闭免费托儿所，即日起改为发放育儿津贴。符合条件的妈妈每月可领200美元。通知刚发出，宝妈们就慌了，他们挤在我办公室外，求我不要关闭托儿所。第1章，您看，库珀女士，这是孩子们今天做的自然拼贴画。行政主管梅布尔·莫里斯给我发了几张照片。照片里，一群孩子围在老师身边，用树叶和花瓣拼出小动物的形状。他们笑得特别开心。看着他们，我也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。我创立这家公司只有一个目标，打造一个让职场妈妈能安心工作，不必为孩子担忧的工作环境。为此，我不惜重金，在租金昂贵的核心写字楼里建了这个内部托儿所。设施用的都是顶级环保材料，老师是专业的早教团队，还有营养师定制餐单。每个孩子每月成本超过8000美元，但对员工完全免费。公司里几乎每位妈妈都把孩子送来了，这既省了他们接送的时间，又免去了昂贵的托费用。3个月来，托儿所收获的只有赞誉。我以为大家会理解我的用心，直到有一天，手机弹出一条通知，标题是我的老板建了免费托儿所，但我想逃离这个金丝笼。我点开一看，发帖人是运营部的员工凯拉·布朗。他写道，所有人都羡慕我们公司有免费托儿所。他们说只有女老板才懂妈妈。呵，知道吗？这也是资本家设下的最聪明的陷阱。他用我们的孩子拴住我们，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加班。想说你孩子没人看？不好意思，公司已经替你看好了。所以，我们和那些没成家的人一样，每周工作72小时，把自己榨干。这不是福利，是披着妈妈理解妈妈外衣的剥削。帖子最后附了一张他深夜加班的背影照，配文是：我不想被绑定，我只想当个普通妈妈，准时下班，回家给孩子做顿热饭。那照片甚至都不是在我们公司拍的。我难以置信地笑了。我们从不强制加班。事实上，为了照顾妈妈们，我们严格执行一条规定，下午5点后不开会。他说的每周72小时纯属虚构。他说想回家陪孩子就更可笑了。他的孩子每天都在托儿所，吃的饭菜比大多数家庭能提供的要营养丰富得多。评论区毫无意外地炸了。靠，这老板真会算计。够阴的，我服了。我就知道，资本家没一个好东西，给的每一个福利都标好了价码。曝光他，我们帮你搞垮这家公司。我握紧手机，指节发白。我让助理克莱尔·诺曼把凯拉叫来。不一会儿，有人敲了我办公室的门，正是凯拉。她身后还跟着公司里另外几位妈妈，包括莱拉·维斯特。上个月，莱拉家里出事，我亲自批了她2周带薪假，甚至还预支了她3个月工资。现在，她却低着头站在凯拉身后。有时间吗，库珀女士？凯拉扬起下巴问道。没等我请，她就径自在对面沙发坐下了。我想您已经看到我的帖子了。我只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。我冷冷看着她。公司福利怎么就成陷阱了？我给你的孩子提供每月价值8000美元的优质教育，你管这叫剥削？凯拉嘲讽地笑了。8000？您这是偷换概念，库珀女士。那钱又没进我口袋。再说了，我不需要您那些听起来高大上的教育理念。我们当妈的，她身体前倾，眼中闪着贪婪的光。我们只想要更实际的东西，把托儿所的预算折现成津贴，钱给我们。我们是在家带孩子还是请保姆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
这才是真正的员工福利，懂吗？他想要的不是自由，他是想把我给全体员工的福利变成他个人口袋里的钱。我瞥了一眼他身后的女人们，她们全都眼神躲闪，不敢与我对视。只有莱拉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凯拉立刻警告地瞪了他一眼，他便缩了回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怒火。公司福利是董事会批准的，我说，不可能因为你无理的要求就随便改动。凯拉像听了笑话一样笑出声。无理？库珀女士，我想您还没搞清状况。她朝我晃了晃手机，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她帖子暴涨的点赞和评论。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要求了，这是所有被压迫的职场妈妈们共同的声音。我咬紧牙关，厉声道，你不想用公司福利是你的自由，但我也没有义务事事迁就你。凯拉起身，怒气冲冲地走向门口，显然不愿接受。离开前，他回头甩下最后一句威胁，如果你不顾舆论，明天这事会闹多大，可就不好说了。第2章。第2天，公司气氛彻底变了。走廊里、休息室里，到处是员工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。看到我，他们纷纷移开视线，却掩不住嘴角的笑意。凯拉的工位也成了焦点，一群人围着他，夸他勇敢，脸上写满期待。凯拉，我们支持你。就是，凭什么钱都让那些外教赚了，我们一分捞不着？闹大点，法不责众，他们不敢把我们都开了。我路过时听得一清二楚，原来在他们眼里，我是个可以随意拿捏的冤大头老板。下午，莱拉独自溜进我办公室，她眼睛红红的，端着一杯咖啡。库珀女士，您别生气。凯拉她就是被网友捧得有点上头了。她把咖啡放在我桌上，语气关切，其实没人真觉得托儿所不好，只是要是那笔钱能折成津贴发下来，大家手头也能宽裕点。我看着这个我帮助过无数次的员工。是吗？所以你支持关掉托儿所？他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但很快抬起脸，挤出一个笑容。我当然站在您这边，您对我的好，我都记着呢。我主要是担心您，网上舆论对公司影响太坏了。要不您稍微退一步，先发点津贴安抚一下大家。毕竟众怒难犯，顺势而为总比硬碰硬强，您说呢？莱拉不是来支持我的，她是他们的说客，来试探我的底线，想用我的善心来劝我向他们的贪婪妥协。这时，克莱尔推门冲进来，脸色煞白。库珀女士，不好了！凯拉的帖子被好几个百万粉丝的大 V 转发了，已经上热搜前10了。我刷新社交媒体，果然，热搜标题是无良女老板办毒托儿所压榨妈妈。下面冒出一串新的匿名评论 ，IP 地址清清楚楚，全来自我们公司办公楼。我是员工，我作证，托儿所的饭特别差，我孩子上次都吃拉肚子了。他们那什么国际课程就是骗人的，老师全是老板亲戚冒充的国际专家。自从有了托儿所，我一天假都不敢请，病都不敢生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脑子嗡嗡的。托儿所的每一样餐食，我都是和营养师一样样核对过的，食材全是有机特供。而教学团队是我通过3家顶级猎头筛选了上百份简历才敲定的。至于不让请假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我甚至能想象出是谁敲下了这些颠倒黑白的评论，或许就是上周还拉着我的手，感谢我解决了他们育儿难题的同一位妈妈。他们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提供的顶级福利，一边为了凯拉画饼的津贴，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向深渊。莱拉站在我面前，还在假惺惺地担忧，您看，库珀女士，事态越来越糟了，不如就按我说的。我拿起她端来的咖啡，整杯倒进垃圾桶，平静地说，出去。她愣愣地看着我，随即表情迅速切换到委屈模式，库珀女士，我也是为您好，我让你出去。我重复道，甚至没再看她一眼。她终于悻悻地跺脚走了。
办公室恢复安静，但很快被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打破。合作伙伴、投资人、媒体的来电和消息蜂拥而至，我的所有社交账号也涌进无数条辱骂私信。恶心的资本家，祝你公司明天就倒闭！还以为你是什么女性楷模，原来是把其他女人当垫脚石。你这种人也配当妈？第3章。那天下午，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，楼下好几家媒体的采访车已经就位，摄像机严阵以待。我苦笑，从今天起，我娜塔莎·库珀就只是个冷血商人了。我拿起内线电话打给梅布尔，通知全体员工，明天上午9点，大会议室开全员大会，宣布公司关于近期托儿所福利争议的最终决定。梅布尔语气迟疑，库珀女士，我们真的要妥协吗？不，我看着窗外闪烁的镜头，是时候让他们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大会议室座无虚席，空气中弥漫着兴奋和期待，不像是开会，倒像是庆功宴。凯拉坐在前排，被一群妈妈簇拥着，俨然是人群中心。她妆容精致，正得意洋洋地向周围人分享她的斗争经验。对资本家就不能手软，她说，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闹，他肯定怕。信我，今天他必妥协。莱拉坐在他旁边，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，时不时点头附和。9点整，我走进会议室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到我身上，有幸灾乐祸的，有纯粹看戏的，也有毫不掩饰贪婪的。我走到最前面，没看准备好的幻灯片，缓缓扫视全场，然后开口，首先，我要向大家道歉。会议室里一阵骚动，随即爆发出掌声和欢呼。凯拉挑眉，一脸得意。接着，他掏出手机，大概是要分享喜讯。我挺直脊背，看着他们。由于我个人考虑不周，未能充分体察到许多职场妈妈希望独立育儿的意愿，因此给大家带来的困扰和误解，我深表歉意。掌声更热烈了，有人喊理解。库珀女士，知错能改善莫大焉。等掌声稍歇，我继续道，为了充分尊重大家的选择，响应大家独立育儿的强烈诉求，昨晚我们和公司高层经过慎重讨论，决定。我故意停顿，所有人屏住呼吸，身体前倾，眼中闪烁着期盼的光芒。我看着他们，宣布决定：第一，从即日起，公司内部托儿所永久关闭。会议室爆发出更大的欢呼，凯拉和那群妈妈激动地抱在一起。他们赢了。我没理会他们的庆祝，继续宣布第2条：第二，为补偿大家，公司将改为发放育儿津贴。人群安静下来，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公布了那个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数字。所有符合条件的在职妈妈，我念道，每月可获得育儿津贴200美元。会议室死一般寂静。凯拉那部准备炫耀胜利的手机，啪嗒一声掉在地上，屏幕摔得粉碎。她最先反应过来，跳起来尖叫：200！娜塔莎，你耍我们呢？托儿所的预算呢？钱都被你吞了吧？我冷冷看着她，预算？什么预算？托儿所一直是我个人自掏腰包建的，公司从没出过1分钱。现在我不出了。你有意见？真相让所有人哑口无言。他们一直以为是公司出钱建托儿所，他们以为闹一闹就能把这福利变成现金。他们从没想过，这福利从来就不属于他们，这只是我用个人资金赠送的礼物。不可能！凯拉尖叫道，你撒谎！你就是想独吞钱的贪婪资本家。随你怎么想，我面无表情。另外，由于近期舆论影响恶劣，公司声誉严重受损。我们最大的合作伙伴已经暂停了所有合作。我冰冷的目光扫过会议室里每一张惨白的脸，董事会连夜开了紧急会议，要求我在24小时内削减公司30%的运营成本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说完最后一句，也就是说，你们的裁员通知明天一早就会发到邮箱。散会。